我想过去的几个月，大家可能都有所体会，洪水，占据了很长时间的我们的这个新闻头条。德国、郑州、纽约，还有现在正在经历洪水的山西，他们都经历了历史罕见的大水，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洪水来临，而我们又毫无防备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我们被困在洪水里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救援。但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洪水一旦形成了以后，交通就开始瘫痪，运输就开始受阻，救援人员不能及时的去到需要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往往是救援工作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先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对于比如说一个街道来说，从开始降水到形成洪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路面是不会有积水的，因为我们有排水系统。但是当排水系统的负荷达到它极限的时候，路面就会慢慢的开始有积水。如果这个时候雨继续的下，路面积水越来越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时候车就开始不能动了，道路两边的建筑物就开始被淹，人员就开始被困。然后这个时候往往是其实我们救灾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影响已经产生了，人员已经被困了，救灾人员往这个地方去赶。这个时候首先你需要时间，其次就像我刚刚说的，交通可能已经被阻了，这些都是大大影响我们救灾效果的一些原因。对于被困在洪水里的那些人来说，救援人员早到还是迟到1分钟，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前识别出正在下雨，洪水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提前识别出那些可能受灾的地方？这样是不是我们就能提前部署，然后提高我们救援的这个效率？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我过去做的一些项目，跟大家聊一聊在洪水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我的团队和我们荷兰的几个合作伙伴，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我们去到坦桑尼亚的这个 Dar es Salaam， 它是坦桑尼亚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它的经济首都。我们到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个洪水减灾的这么一个项目。Dar es Salaam 这个城市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有经济水平、基建水平种种原因，它经常发生内涝。他们虽然就会发出这个洪水警报，但是呢，除了警报以外，他们并没有更多的系统性的完善的这种救援的这个措施。而且 Dar es Salaam 这个城市有超过50%的人口都居住在贫民窟里面。你可以想象，就是每2个人就有1个人是住在贫民窟里面，贫民窟非常难于管理。这个是我们在贫民窟拍的一些照片，调研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你可以看到它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对于这些在贫民窟里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对于洪水来说，他们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次大的洪水很有可能一次就让他们失去所有的家当和生计。而当地的红十字会呢，就会有特殊的这个资金和人员专门去帮助这些贫民窟里面的这些人，帮助他们在受灾以后重建他们的家园。然后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想要帮助这些红十字会的人，帮助他们寻找一些方法，提前识别出在灾害来临之前，提前识别出可能受灾的地方，帮助他们去更加有效的去部署他们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提高他们的这个救援的效果。首先，我们想要这么做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张精确的地形图。这个可能应该很好理解啊。你需要知道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子，你才能去模拟出下了雨以后水会怎么流，哪里会受灾。那对于城市里面来说，城市的地形其实很复杂。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河流旁边的这种道路，它一般都是被架高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架高的这个高度是多少，才能够去模拟出下了多长时间的雨以后，水会淹到路面上来。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道路旁边有排水渠，就像我刚刚说的，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排水渠的排水能力，才能精确的去计算洪水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再比如说，我们城市里面会有高架，我们需要知道哪条路在上边，哪条路在下边，然后在上面的这些高架是怎么样被支撑起来的，是这种柱子还是这种实心的这种墙体这些细节都会去改变水的流向，改变受灾的这个街道的区域。但是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的政府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精确的地形图，我们就只能自己去做一个。你可以想象做地形图其实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戴上安全帽，然后去实地的测量，把这个城市整个扫一遍。但是这个很明显，对于我们一个从头到尾大概只有1年的项目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最后选用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3样东西去制作这么一个精确的地形图。第一个就是通过雷达卫星，全球雷达卫星的一个高程数据，我们去大概的知道这个地方的地势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通过街道地图往这个地势图里面加入细节信息，房屋街道等等。最后我们通过社区经验，我们跟当地的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跟了解当地情况的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完善这个精确的地形图。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所说的这个地势图。我们当时用的是 NASA 的这个叫 SRTM 的这个数字高程地图，它是全球的一个产品，数字产品，它的精度大概在30米乘30米这么一个，它是格栅一样一个小格子。这个精度在全球层面其实还是很高的，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对于我们这种想要精确到街道级别的这种洪水模拟，可能还是不够的。我之前跟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场馆整个也不超过900平米，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场馆，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点儿，就是一个像素，没有任何的细节，所以我们需要往这个地势图里面去加入更多的细节。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到用 OpenStreetMap， 中文翻译过来叫开放街图。这个开放街图其实跟咱们平时用的这个高德百度的地图其实很像，它里面会有建筑物的信息、道路的信息，还有河流以及甚至排水系统的信息。但是它特别的一点，其实就在它的名字里面，它是 open， 它是基于普通人自己去上传这些信息，然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免费的使用它。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SRTM 的这个高程地图和我们的这个开放街图里面的这些细节的数据，我们做了一个地理融合，这样就得到了一个高清的一个地形图。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面，我们不仅有这个地势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有很多细节，我们有房屋、有河流、有街道，甚至有街道下面的排水系统。但这个就够了吗？还差一点。每一个地方其实它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对自己的一些特征。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贫民窟里面拍到的一张它的这个排水渠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被垃圾堵住了这种情况，其实在贫民窟里非常的常见。你可以想象，水在这种排水渠里面几乎就不怎么可以流得动对于我们的这个洪水的模型里面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曼宁系数升高，排水能力降低这么一个情况。而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发现在这个贫民窟里很常见的，其实是这些家庭，有些家庭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房子的周围，他建一圈这样挡水墙，大概10到15厘米高。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措施但是非常管用。就对于小型或者小到中型的这种洪水来说，它确实很有效，它可以阻挡洪水，它不让洪水不让他家里被洪水淹到。所以就是这些细节，你可以想象，对于我们的这个模拟来说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一家一户的去做调研，所以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利用社区经验，我们和社区工作人员、当地的这个了解当地情况的这些专家，我们一起开会，让他们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模拟软件上去输入这些参数，去加入这些当地的这些特征，帮助我们完善我们的这个地形图。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完善前和完善后的地形图。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做一个叉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差别。红色的地方其实就是完善后的图比之前高度低的那些地方，
蓝色的地方就是完善以后比它高的地方。当我们做出了这些模拟以后，我们把这个精确的地形图输入到我们的洪水模型里面，就会得到这样的模拟结果。同样，这个是完善前和完善后。你可以看到蓝色的地方其实就是受灾的地方，被水淹的地方。在我这个圈出来的这些红圈里边，你可以看到前后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完善后的这个地图分享给了当地的这个专家，然后让他们去仔细的去审阅，我们也得到了很积极正面的评价。我们觉得这个信息，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其实可以帮助这个当地的红十字会，给它提供了2层很重要的这个信息。第一个就是蓝色的区域，就是潜在的受灾的区域，而这是他们需要关注的地方。而这些蓝色区域旁边的那些没有被水淹到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些安全的地方，他们可以提前去布置他们的救灾的物资和人员，或者是在救灾过程中把灾区的这些人转移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这个项目不难看出是关注我们眼前的几个小时，但是我们认为做洪水减灾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是未来的几十年。为什么？因为气候变化。如果气候变化是一条鲨鱼的话，那水就是它的牙齿。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气候变化对我们最直接的威胁，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其实就是通过跟水有关的一些极端天气。我们已经有大量的数据去证明气候正在变化，现在已经让我们现在的极端天气跟以前相比变得更频繁、更极端。我用美国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分享一下。左边这张图是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它利用历史数据绘制的一个关于芝加哥地区的一个100年一遇的洪水地图。右边呢是 First Street， 是一个专注于气候风险、洪水风险的这么一个机构，它的洪水专家根据最新的数据更新的芝加哥地区的这种100年一遇的洪水地图。你可以看到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有造成这些差异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在变化的气候。我的团队就为了帮助全球的决策者和公众更好的去了解气候变化对洪水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叫 Aqueduct 这么一个全球开源的一个在线的一个水风险的这么一个平台。在座的各位也都可以就是去上面下载数据或者去看。我们利用了全球气候模型，用了全球不同的气候情景和社会经济变化的情景，模拟出了未来80年甚至100年，因为气候变化可能会给洪水在世界各地带来的一些差别。其实这个图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的粤港澳地区，你可以看到现在2030、2050和2080，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就中国为例的话，我们年均的这个受洪水影响的人口现在大概是650万，就中国而言，然后到2080年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超过1000万，大概有60%的一个增长，而这基本上几乎都是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气候变化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但是可能大家之前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可能也听过，就在新闻里面，中国对全世界做了一个承诺，我们要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在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的一些事情，也是为了减少极端天气对全世界全人类造成的这个影响。最后我想说，希望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些，就是在洪水来临前，不管是几个小时还是几十年，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希望我们对这个洪水的准备会越来越充分，让我们下一次在面对它的时候不再脆弱。谢谢大家。